从没见过如此凶狠的拳手，上场仅用一拳就将对手 KO， 然后直接摘掉牙套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八角楼。他没有出场1月，并且从不接受记者采访，甚至全网都查不到他任何资料。如此奇怪的人头收割机，却在几个月前还是个打着沙袋的无名小卒。然而在擂台上训练的，则是综合格斗的种子选手疯狗，和他一起陪练的选手，没有一个能撑过1个回合。现在已经是他打趴的第8个陪练，这也导致没有人敢再上台。于是教练只好花高价寻找陪练。旁边的男人立马来了兴趣，并扬言自己可以试试，可很快被教练拒绝，让他回去先打好自己的沙袋。此时疯狗开始嘲笑男人，可没曾想男人再次返回，并发出最后一次请求。于是教练看了看疯狗，便向着男人走去。于是询问助手是否签署免责书，助手表示已经签了。在得到肯定回答后，他再次走向男人，并警告男人一切后果自负，而他让教练放心。最后教练同意让他上场陪练，谁料男人先发制人，趁着对手处于懵逼状态，迅速拳脚并用，一招一式都是行云流水，然后仅用1个背摔就将他重重摔倒在地，紧接着拳头如暴雨般落下。仅仅几分钟的功夫，种子选手就这样被无情 KO， 整个拳馆瞬间鸦雀无声，而他却缓缓走向教练。You owe me $200. 没曾想现场有人偷偷拍下，并将视频上传至最火社交平台。职业拳手竟被无名小卒暴走，瞬间引来大量吃瓜群众。随着男人的 KO 视频异常火爆，就连美军海外基地都在疯传，纷纷议论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没曾想一个士兵看完视频，头也不回地跑回宿舍，并找到头盔摄影机拍的另一段视频，然后用 V8 摄影机查找片段，寻找当时遇难拯救自己的恩人。经过最后画面匹配，正是他苦苦寻找的那一个。汤米出身军人世家，同时父亲也是海军陆战队员，并且还是一名格斗教练。汤米从小就接受父亲的训练，而且还参加过各种锦标赛，在14岁之前就包揽了所有奖项。可由于父亲突然酗酒成性，并且经常对着母亲实施家暴，于是汤米便跟随母亲逃离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。然而母亲却因病去世，而汤米在成年后加入海军陆战队。10年后他退役返回老家，第一时间找到曾经的父亲，可看见年迈的父亲，就让他想起太多的往事，包括病死床前的母亲，心中的那种恨意再次复燃。如今父亲彻底戒酒成功，同时还信奉了上帝，但汤米依旧无法原谅现在的他。第二天父亲来找哥哥布莱登，本想告诉他汤米回来的消息，然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大儿子无情的驱赶。因为布莱登和汤米一样，已经恨透眼前的父亲。其实布莱登曾经也是一名职业拳手，但由于小时候父亲的偏爱，导致他没有得到父亲的真传，因此职业生涯并不顺利，最终促使他不得不为人师表，在学校当起了物理老师。还好他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，成功与学生打成一片。可学生们根本不知道，如此风趣的老师竟还有极度狂野的一面。为了维持家庭巨大的开销，他不得不来到酒吧内的地下拳场。眼看对手5大3粗十分凶猛，可在布莱登的眼里，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纸老虎。很快布莱登就拿下比赛，而赢下的奖金只是为了给小女儿治病，因为小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大量的金钱维持，就连房子他都已经抵押了2次。如今贷款压力越来越大，他也不得不重操旧业。很快打黑拳的事情被校长知道，于是校长询问布莱登情况，随后他便说出了实情，并表示自己需要很多钱，这使得校长大发雷霆。既然已经为人师表，怎么可以与那些野兽进行格斗？可当他告诉校长自己原本就是一名拳手，只是当初没有写进自己的简历，这也让校长大吃一惊。最终他被学校停薪留职，并且必须到下学期才能回到岗位，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还好他还可以继续打拳，维持家庭的正常生计问题，但妻子却十分担心，一旦丈夫再次被抬上担架，整个家庭也就毁于一旦。可布莱登早就想好了对策，如今只是想得到妻子的支持，显然这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妻子也不敢多说什么。随后布莱登找到昔日的好友弗兰克，希望他能提供场所训练。好友的回归弗兰克肯定不会拒绝，但由于自己正在培养一名种子选手，参加一场奖金500万的斯巴达锦标赛，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布莱登，只能让布莱登跟着训练，其他的就只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另一边的汤米也想参加比赛，因为他曾答应过殉职的战友，要帮战友照顾一双，而参赛的巨额奖金无疑是最好的生活保障。于是他主动找到年迈的父亲，让他像以前一样训练自己。显然父亲十分欣慰，以为这是2人关系重好的关键，可没曾想汤米只是想得到更专业的训练，并非是要与父亲重归于好。同时老爷子也提出要求，让汤米交出身上所有的药物，并且搬过来和自己住，同时饮食必须奉行养生之道。此时汤米很是听话，答应了父亲的所有要求。然而此次斯巴达锦标赛，参赛选手都是世界重量级别，最终获胜者将独享500万美刀大奖。为了这500万的奖金，汤米经过严苛的体能训练，一渐渐找回当年的状态。同时布莱登看见种子选手接受采访，内心也开始泛起波澜。虽然自己已经错过黄金年龄，但是体能和毅力远高种子选手，显然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果然意外总会有意外，种子选手突然意外扭伤脚踝，不得不选择退出比赛。此刻布莱登抓住机会，他向好友提出自己能否顶替种子选手参加这次斯巴达锦标赛。可好友非常担心他能否承受压力，在奖金的诱惑下，布莱登坚信自己能行，于是好友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很快锦标赛的见面会到了，
所有选手都在接受记者采访，可唯独汤米蹲坐在角落，显然扮猪吃老虎是他的风格，同时低调也是赢下比赛的秘密武器。好巧不巧，汤米通过人群看见哥哥布莱登，而布莱登也看见多年不见的弟弟。通过空气的传播，两人仿佛穿越时光。就在他准备上前问候，却被好友突然叫住，因为已经轮到布莱登接受采访。然而他依旧不忘远处的弟弟，但汤米似乎不想见到他，同时父亲也跟着追了上去。晚上老父亲无意间看见电视报道，小儿子汤米因战场救人，已成为人民心中的无名英雄，于是果断跑去喊出汤米，让他一起看看这则劲爆新闻。可当汤米随便看了一眼，便转身再次回到房间，然后拿着外套就要出门透气。没曾想此时哥哥也同样来到沙滩，遇见了散心的弟弟，多年不见的兄弟再次重逢，却说不出太多激动的话语，因为两人都吃了太多生活的苦，特别是汤米，如今的他身上已长满太多的刺，在他心里不仅仅憎恨父亲，还有自己的亲哥哥布莱登，因为当时两人商量好一起逃离，可哥哥却突然选择留下，就因为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，汤米根本不想听哥哥的任何解释，脸上写满了嫌弃与憎恨。然而这也激发布莱登心中的怒火。I didn't even know she was sick. I never even got the chance to say goodbye to my own mother. You had no right to keep that from me. That was not your decision to make. 但汤米觉得这都不是理由，最终两人不欢而散。很快比赛开始，16名选手将在2天内决一雌雄，现场的观众激情四射，同时场外的人也期盼已久。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就是汤米，他没有音乐，没有赞助商，而且连网络上都查不到任何资料。然而就是如此神秘的选手，一上台仅用一拳便 KO 了自己的对手。而下一个选手便是哥哥布莱登，他是以替补席位登上擂台。如今高龄的他早已失去往日风采，剩下的只有生活的苦。然而解说员却把他比喻成小金鱼，等待着大鲨鱼的生吞活寡。因为他的对手正是一名健壮的黑牛，并且在发布会上扬言自己要给这个物理老师上课。然而他真的是太小看了对手。很快裁判发出比赛指令，但布莱登并不急着发起进攻，而是谨慎防守，摸清对手实力。对手出拳他也出拳，对手猛攻而他便扬长地短，把对手逼到笼边缠斗。可他这种打法根本讨不到便宜，很快对手把他按在地上摩擦，紧接着又被狠狠锁住喉咙。这种动作很容易让人失去意识，同时也是格斗内最凶狠的锁技之一。没曾想布莱登凭借顽强的意志，艰难撑过了第一个回合，这让所有人始料未及。看来这个物理老师有2把刷子。第2回合布莱登也不再选择保守，而是开始发起进攻，彻底控制整个比赛节奏。最终他抓住机会一记抱摔，然后再用剪刀脚切入，最后用木村锁降服对手。显然一招制敌才是布莱登的法宝。此刻最高呼声的当属俄罗斯选手，这家伙一直保持着不败的神话，根本没有人能撑过第1回合。同时汤米也迎来了他的第2个对手，他不断发起猛烈进攻，打得对手猝不及防。感觉汤米并不是来这里比赛，而更像是来此发泄。很快他再次拿下一场，如此强悍的选手必定掀起一浪接一浪的狂潮。另一边的布莱登则打得非常艰难，好在他有坚强的毅力，再次利用锁技险胜对手。如果说赢下一场比赛是侥幸，那连赢2场就是实力所在。他巧妙地运用力学原理，在比赛场上占据了独特的优势。很快兄弟俩双双挺进4强，而接下来的比赛将更加严峻。赛后的汤米并未因胜利高兴，而是独自躲进游戏厅，自顾自地玩起了老虎机。老爷子本想找他讨论明天的战术，他为儿子在比赛中的表现感到骄傲，而让他更骄傲的则是在战场上的英雄事迹。没曾想汤米却表示自己是个逃兵，在逃离编队的途中，巧遇另一个编队遭遇伏击，当时救人只是下意识的举动，如今参加比赛用的是母亲的名字，这才导致媒体查不到资料。此时老爷子希望汤米敞开心扉，告诉自己心中的苦恨，没想到汤米根本不领情，他不想让人揭开自己的伤疤，而父亲所做的都被认为是假慈悲，他宁可父亲回到酗酒的样子。Tommy, I'm really trying here. You're trying? Yeah, I'm really trying. Now? Where were you when it mattered? I needed this guy back when I was a kid, and I don't need you now. 显然父亲再怎么做都已经晚了，于是他驱赶了父亲，这让老爷子彻底心底凉凉。回到酒店后再次拿起酒瓶，把自己喝得烂醉，嘴里还不停叨叨故事里的船长。此刻他终于明白，即使是上帝也救不了他，无论自己如何继续努力，也换不回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此刻的汤米似乎懂得了父亲，他开始卸下所有伪装，拔掉身上的刺芒，将父亲紧紧拥抱在怀里。或许他也是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，等待要强的父亲向他低头，然后再便顺理成章地原谅父亲。此刻老爷子哭得像个孩子，而汤米心中的石头也就此放下。第2天的半决赛现场，海军陆战队自发前来为汤米助威，嘹亮的军歌是最震撼的伴奏。此刻汤米也表现得十分肃穆，直到战友们唱完军歌，他便致敬后走进8角楼。原来今天的对手就是那条疯狗，这小子还在媒体那大放厥词，又在今晚医学前耻。然而他依旧狗改不了吃屎，根本看不出全场的形势，整个现场已全部倾向于战争英雄。果然又是一记重拳，就将疯狗彻底 KO 倒地，如此不堪一击，连解说员都毫无防备。然而哥哥布莱登就没那么幸运，半决赛遇到最强卫冕冠军，所有人担心他会不会被打死，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布莱登艰难地挺过第1局，而到第2局也没有太大变化，布莱登被对手逼向门边，并且遭受对手的疯狂捶打。如果是别人估计早就放弃比赛，可布莱登则依旧坚持，因为投降就意味着失去女儿，同时也将让妻女无家可归，如今只能拼尽最后一口气。
也要保住整个家庭。此刻好友劝告他不能继续挨打，必须开始发起攻击。如果还是这样继续下去，他迟早会输给对方。此刻布莱登眼神开始变得无比犀利。第3回合他开始反击，尽管力道大不如眼前的对手，但要痛就大家一起痛。既然拳头上讨不到任何便宜，那就一起到地面拼耐力，一旦找准机会就用锁技，这才是他制胜的关键。可他刚用十字固锁定对方的手臂，却又被快速挣脱。正当他尝试用断头台控制对方，可依旧被绑大腰圆的身体再次逃脱。最终他只能用自残的方式，故意掉入对方的陷阱，被锁的同时也锁住对方的脚踝。两人都为了胜利拼尽全力，杀敌1000自损800，这是最不要命的打法。最终导致对手忍不住疼痛击掌求饶，布莱登再次夺得胜利。可没有人敢相信，这个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老师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击败最强卫冕冠军。可这还只是半决赛，最后他还要对战亲弟弟汤米。没曾想新闻突然爆出猛料，老师战斗英雄是个逃兵，同时还采访了战友的遗孀。没曾想事实并非如此，而是他与战友向军旗挥舞旗帜，却遭到对方的无情轰炸，最终战友被炸死，仅剩汤米一人幸存下来。但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，他才成了当时的逃兵。同时汤米爆出自己一旦夺冠，他也将捐出全部奖金交给战友的遗孀。如此壮烈又感人的举动，让所有人为之钦佩，甚至觉得这个英雄更加伟大。然而军警已经到达休息室，等比赛后将把汤米押至军事法庭。很快决赛正式开始，此刻的汤米变得更加凶猛，因为在他的内心，他失去的太多，在最需要的时候被最重要的人抛弃。现在他将所有的怨恨一拳拳发泄到哥哥的身上，相比自己心中的苦，这点痛根本不值得一提。而哥哥布莱登又何尝没有？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如果输掉了这场比赛，他不仅失去的是一栋房子，甚至失去整个家庭的责任。他只能做困兽之斗，任凭坚硬的拳头落在脸上。第1回合的哨声终于响起，不甘心的汤米又附加了一拳。所有人为布莱登抱不平，但这却更加激怒了汤米。他是多么希望与哥哥互换身份，身边有大量的拥护者，而自己却什么也没有。无论遇到多少挫折，又无论遇到怎样的打击，他也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。正因为这种孤独，才铸就了他如今的强悍。此刻布莱登才真正意识到，弟弟人生轨迹早已和自己背道而驰，于是他不再手下留情。第2回合布莱登开始反击，但他始终不如汤米的拳头刚硬。若想取得最终胜利，他还是要把汤米拖到地面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寻到一丝机会。最终汤米似乎开始疲惫，他立马抓住时机，立刻锁住汤米的肩胛骨，瞬间便扭转了整个比赛局势。此刻汤米被压得无法动弹，但他依旧拥有坚韧的毅力，死死支撑着整个身体。可没曾想他的反击也激怒了一时冲动的哥哥。听到骨头断裂的布莱登立刻松手，并且赶忙扶起弟弟，可汤米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此时的汤米彻底疯了，发现那心中不灭的怒火，疼痛使他肌肉颤抖，然后挽着手臂孤独地蹲在角落，即使是泪水和汗水相融，那也缓解不了他的内心的痛。然而布莱登也不是铁石心肠，他不断呼喊着裁判，告诉裁判汤米的手需要治疗，可现场的呐喊声早已掩盖他的呼唤。此刻布莱登想说服汤米放弃，可汤米根本不为所动。这时老爷子赶到比赛现场，而比赛已经快接近尾声，看着2个儿子在笼中争斗，心里却是五味杂陈。布莱登想快点结束比赛，一把将汤米推到笼边捶打，同时这也是汤米想要的，他不要任何人同情，也不需要任何人怜悯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此时布莱登边击打边怒吼，希望他能理解自己当初的选择。看着弟弟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同时也看着场外老态龙钟的父亲，突然父亲却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对儿子的理解。这时的布莱登认为是时候原谅久违的父亲，因为怨恨时间太久，才导致一家人分崩离析。眼看弟弟倔强地扬起拳头，布莱登只好含着泪水冲向弟弟，一脚踢到他，并用手锁住他的脖子。虽然胜利已经唾手可得，但如果以谦让的方式取得胜利，那兄弟两必将越走越远。于是布莱登不断说着对不起，还发自内心地说着我爱你。最终汤米选择拍手投降，至此2人在这一刻成功和解。2个被社会遗弃的人，用自己的拳头和热血，彻底拼凑出最后的骨肉之情。